在遥控器上面接上2条线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解决了很多家家户户的难题。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遥控器后边的盖子打开，然后呢我们接线的时候呢，把电池拿下来一截，把这条线呢我们直接这样折叠一下，给它挂在这个弹簧上面。我们来看，只需要接两条线，这条线给它接好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条线接在这个电池上面，遥控器上面接一条，电池上面接一条。把这条线呢，我们可以用个胶带给它粘上，固定一下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来看，把这2条线就这样接好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先测试，把这2条线给它接在一起，你看一下遥控器上面的字就有了，就有反应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？像平时家里的电器不通电了，一般都是上面的电线断了，或者是家里的电饭锅不通电了，那么怎么检查这条线好坏呢？还有就是家里的电水壶怎么检测开锅好坏，或者耦合器的好坏呢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了。我们先来检测这个充电器，像充电器不通电了，或者充电的时候不变绿灯了，一般都是上面的线坏了。我们来检测的时候啊，你来看，只要呢把这条线接在插头上面，另外一条线呢我们给它分别接在这个上面来测试一下。如果这样测试上边遥控器上面有这个字显示，就说明这条线它是通的。再来测另外一条，如果不显示呢，就说明这个线它是断的。这个方法呢比腕表还好用，很多人呢也没有腕表，是吧？而且呢它还可以测量开关。你来看，我们把这开关给它先打到开的位置，然后呢来检测，上面只要有字就说明这开关是好的，如果没有字呢就说明这开关它就是坏的。用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，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在电钻上面插上一根钢丝，它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功能，邻居们看到后啊都抢着用。这个功能啊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，因为非常好用，所以说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们来看，首先我们把这钢丝在插到电钻之前，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下处理。先把这钢丝这一头呢，我们先用个钳子，你来看，先给它折叠2下。我们来看，这样给它先折叠一下，折叠完了之后，然后用钳子给它捏紧，这头呢再给它折过来。我们看折成这个样子，接下来然后我们把钢丝另外一头，这头呢我们用钳子这样给它折叠一下。你看这样给它先窝一个钩子，窝成这样钩子以后，然后上头呢给它往上掰一下，掰成这样往上稍微翘一点的感觉。弄成这样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把这头给它塞到电钻上面，这样经过这样处理完以后，我们手电钻就可以牢牢的把这钢丝给它夹得更紧，钢丝不容易转圈，就这么简单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就制作好了。平时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你来看，首先我们先来转一下，转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方向转，不能转反了。然后呢，平时啊像家里的下水道如果堵了或者马桶堵了，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清理里边的垃圾。不管这个管是直的还是弯的，我们都可以快速的把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出来。我们看，这样一边转，然后一边把它塞进去，然后呢我们塞完以后这样一转，你来看里边的脏东西立马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，是不是？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电池，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。我们用锤子把它砸烂以后，它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一个妙用。这个功能呢非常实用啊，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有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。我们看，这样把它砸烂以后，然后用钳子把钳头给它拨开，接下来我们把里边这个碳棒给它拔出来，然后呢用张纸给它擦干净。擦完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找一条非常细的这种细铜丝，可以从硬电线里面拆下来一个，然后呢我们就这样给它先对折一下，然后呢一圈一圈的紧密的给它缠绕在这个碳棒上面。缠绕完以后，接下来把这头给它拧一下，拧完以后效果就这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再需要用一个12伏的电源，像平时猫啦路由器上面这种电源都可以用。然后呢我们在它的插头上面接上一条线，给它拧紧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再需要另外一条线把它插在中间的位置上面。就这样2条线接好以后，分别再接上2个夹子，然后呢把这个红色的夹子夹在碳棒上面，把黑色的夹子夹在焊锡上面。你来看，
一个非常好用的电烙铁就制作好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化锡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呢，这个焊接的效果也非常好。平时啊，像家里的电器插头断了，电线断了，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线焊起来。焊完以后，你看这个效果非常的牢固，是不是？这个呢就是废旧的电池，我们把它砸烂以后做个电烙铁，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用口罩包住钢丝球，居然还有2个特殊妙用，解决了生活中很大的难题。这个方法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先把口罩上面的这2个绳子给它用剪刀给它剪下来，然后把这个绳子呢从钢丝球中间给它穿过来。接下来呢，用这个绳子把这钢丝球牢牢的给它绑在一起，这样系紧。系好了以后，然后接下来再需要用一个饮料瓶的瓶盖，用刀片呢给这个瓶盖上面给它钻2个孔出来，钻好了以后就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再需要把这个瓶子上端这个口这块这个位置啊给它切开，割开以后只留上面这部分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把这2条绳子从这个瓶里边给它穿过来，穿过来之后呢，把它再从这个瓶盖这2个孔里面分别把这2个绳子穿过来，穿过来以后，然后把这2个绳子给它先系一下，这样呢也是一样，要系牢固了，可以系2下。系完了之后，然后啊把这瓶盖再给它拧上，拧完以后，剩下这2个绳子头呢，可以给它打个死结。打完以后，你来看，就这么简单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刷锅神器就制作好了。平时刷锅刷碗的时候，这样呢就不容易脏到手了，而且呢就是凉水啊刷锅的时候也不容易手凉了。这是第一个妙用。它的第2个妙用呢就是塑料袋，我们在封口的时候很麻烦，是不是？我们呢其实可以用这个把饮料瓶给它套在这个塑料袋上面，然后呢把这个塑料袋给它拉一拉，这样弄完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瓶盖再给它拧回去。这样呢，塑料袋就密封起来了，而且这个密封效果也非常的好，一点也不漏。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盖子拧开，然后呢，从这口这边就可以往外倒，是吧？倒完以后呢，我们把这盖子再给它拧回去。这个呢，就是它2个特殊妙用。注意看，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出门在外，如果忘记带打火机，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，尤其是热爱户外野餐的人群。这个视频就教会了大家。视频中的小伙先是用1包口香糖，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小块，先是把口香糖的包装纸拆下，然后在它的1/3处撕开。您有可能不相信，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解决。看不懂的朋友收藏起来，多看几遍，一定收获满满。撕完后反过来再从2/3处撕开，这样就变成了一个长长的纸条，然后在纸条的中间位置上分别这样竖着撕成1节1节，每节的距离不要太远，多撕出几节，一定不要手太快撕的断开了，保持成这样有断丝连的状态。撕完后就像锯齿一样的形状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步就是再从我们电子设备上找来1节电池，如果没有这种电池，用干电池其实也可以。然后再把纸条带锡箔的这一面分别把2头按压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，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眨眼。我们仔细看，纸条中间的位置上先是慢慢的冒烟，然后片刻间就会燃烧。户外野餐生存必备技能，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实用了。角膜机切割片卡死了，这个螺母呢怎么拧也拧不下来，怎么办呢？我来教你一招，我们呢其实用一个鞋带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下来。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看一下它呀到底呀有多方便。你来看，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螺母，你来看，无论怎么拧都拧不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啊可以先找2个钻头，我们把它先放在这个螺母的孔里面，这样直接放上去后呢是不行的，因为呢来回晃比较松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用这个鞋带先把这2个钻头我们给它绑在一起，一定把它绑牢固了，不然的话是不行的。我们看，这样给它紧紧的绑在一起，绑完了以后，然后呢我们来看，这样呢就非常牢固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下边这个锁扣给它锁住以后，然后我们用个1字的螺丝刀把它放在这个里面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反方向这样一拧就开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方法速度非常快，而且也非常省力，很轻松就可以把它给拧开了。把这方法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角膜机上的切割片很多人都安装反了，当安装反以后呢，在使用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炸片爆片，这样呢是非常危险的。那么角膜机上的切割片我们应该如何安装呢？有些人说需要这样安装，有些人说是这样安装，到底是怎么安装呢？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正确安装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爆片的这个给它先拆下来，
然后我们呢就是先用一个这样的抛光片来做个对比，大家就明白了。你来看这个抛光片，平时呢安装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你看啊，这个片和片之间啊两面，首先看一下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一侧是有这个金属片的，另外一边是没有的。在安装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抛光片把这个金属片朝下安装的话，这样呢在拧上这个帽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的。它这个正确安装方法呢是这个金属片朝上，这样安装起来是正合适的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参考，就是安装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可以啊，就是这个金属片让它朝上，是吧？是这样安装起来的，这样是正确的安装方法。然后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就是当我们这个角磨机使用完后，或者是炸片爆完片以后，这个帽根本拧不下来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片朝上的时候啊，再拧的时候，这个螺帽呢就不会拧到这个卡到这个里面了。在换这个片的时候，很容易把这个片给它拆出来。这个呢就是切割片它的正确安装方法。很多人呢说，有的说是这样安装的，这样安装呢，当把这个帽给它拧紧了以后，就容易卡到里面，不容易拆卸。所以说我个人观点啊，就使用的时候是这个金属片是朝上使用的，它呢正好是起到一个安全垫片的作用。无论你把这个丝拧得再紧，这个丝呢它也不会卡到这个切割片里面。所以说这样是正确的安装方法。大家呢如果还有不同看法的，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共同交流学习一下。电池有电没电不需要任何工具，只需要把这个电池往桌子上面放一放，就能立马知道哪块电池有电，哪块电池没有电。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，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你来看，我这边呢正好有3节南孚电池，就用它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2节是均能环2代，这个是4代。我们放的时候呢，仔细来观察，先看这个4代的电池，你看，就这样轻轻的往桌子上面放，看一下这个电池的弹跳能力，看它弹跳的次数越多，说明它越轻。这个就比较轻，弹跳力比较强。再来测试这2块，仔细听，不怎么弹跳，放下去以后是比较稳重的。再来看另外一个，这个也比较稳重，不怎么弹，是吧？就这一块弹跳力非常大，你听，是吧？那么像这个弹跳力比较高的这个比较轻的，说明它已经没有电了。我们来测量一下，给大家呢先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到底它还有多少电。你看这是 0.8 伏，说明它没有电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测量这2块比较稳重的，你看这2块电池，这个呢是 1.49 伏，这个是 1.51 伏。只要是比较稳重的砸下去，声音比较稳重的，像这种电池就说明它是有电的。这种比较轻的弹跳力越高，说明它越没有电。这个呢就是快速的识别哪块电池有电和没电的方法，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在这个燃气灶上边给它放上一个口罩，1年下来就能省下好几百块钱。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，具体放个口罩怎么能省下几百块钱呢？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我们来看，像这个燃气灶呢，我们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，都会出现打不着火，或者是打着火以后啊，松手就灭，或者是彻底打不着火。出现这种问题呢，如果我们去找维修师傅给它修好的话，最少要200块钱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就可以自己用个口罩来解决它。这个解决方法呢非常简单，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。燃气灶打着火松手就灭，无非啊就是2种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看一下中间这一个小尖尖的针儿，这是一个感应针。如果这个火焰烧不到感应针，它就会松手就灭，这是第一种问题。第二种问题呢就是看一下中间这个小火盖，你看周围全是这样的小孔。如果这个小孔给堵住了以后呢，我们在打着火以后，火焰不能从这个小孔里面出来烧到感应针，然后呢它也会出现就是松手就灭。我们用这个口罩就可以把这2个问题都给它一起解决了。我们来看，先用剪刀在这个口罩这边给它剪上一刀，然后呢我们把口罩里边的这个东西给它取出来，你看就这个小铁丝非常的坚硬。这2个呢我们都需要用，我们先把这个口罩放一边，等会儿再用它。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小铁丝，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，先给它烤一个头出来，就这么多就行了。然后呢我们先用这个针来解决。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把上面这些孔都给它捅一下，一定把这些都给它捅干净，这是第一步操作。小火盖这样给它捅完了以后，然后呢我们给它放上去
放上去，然后放的时候呢，上面这个小孔啊一定要对准上面的感应针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呢，第二步呢，我们还有上面这个大火盖周围的一些小孔，我们也可以用它清理一下，清理干净了以后也是更容易打火。还有就是第三步啊，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口罩上面这个布啊，可以呢把上面的感应针我们给它擦一擦，因为感应针如果脏了以后呢，它的灵敏度就降低了，也会出现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。使劲给它擦一擦，擦干净。擦完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些再给它放回去。我们再来测试一下，你看很轻松就可以打着火了，而且呢松手它也不灭，非常好用，是不是？这个方法把它分享给你啊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在充电器上面接上一个小灯珠，不管电水壶哪儿坏了都可以来修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像这样的灯珠呢，我们可以从一个报废的充电器上面拆一个这样的小灯珠，然后把它接在充电器上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有多好用。我们首先接的时候呢，需要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，我们只需要给它接上一条线就行，一定要记住接一条，不能接两条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红色的线给它接在一个角上面，只需要接一条，如果接上两条是不能用的。你来看，就这样把它拧上就行了。拧上去以后，这头呢我们不要接。我们在维修电水壶的时候啊，你来看，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充电线给它插在充电头上面，然后呢我们先来检测一下，你来看一下这个灯珠，如果亮就说明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功能来快速的修电水壶。平时家里的电水壶不通电了，我们呢首先先要检测一下，看这个电水壶上面的底座有没有问题。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接在这个插头上面，然后呢这边我们分别接触上面的两个铜片。你看，如果上面的灯亮就说明啊这条线是导通的。我们再测另外一条线，如果灯不亮就说明它是断的，这个灯也亮，只要亮的就说明啊这个底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么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电水壶上面。我们打开电水壶上面这个盖儿，先看一下，平时呢像这个开关不管是哪儿坏了或者讹气坏了，我们都可以来检测。首先把开关打到开的位置，然后呢我们先来检测看一下这个开关有没有问题。这两条线是接在开关上面的，我们把这个灯珠给它放在开关的一条线上面，然后这边呢接触另外一条线。如果这个灯亮，你看只灯亮就说明啊这个开关它也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检测讹气的好坏。讹气上面有两条线，我们先来测量这条线。你来看，如果上面的灯也是亮的，只要亮呢就说明讹气上这条线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再来测另外一条，讹气上这两条线只要有一条线它不通就说明讹气坏了。你看这也是通的，只要通上面灯亮就说明讹气也没有问题。那么还有很多情况就是电水壶通上电只灯亮不加热，那很多呢都是这个阀耳管坏了。它到底坏不坏呢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检测。其实这个东西来检测比温安表还要方便，很多人呢都没有温安表也不会使用。你来看，我们在检测的时候不管怎么弄，上面的指示灯都不亮，只要不亮的就说明啊是这个阀耳管坏了。我们给它换一个这样的阀耳管就可以修好它。这个方法呢非常实用，把它分享给你。注意看，最近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假币，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警惕。就是这种100元大钞，我给大家分享一招，不管它技术有多牛，也不管技术有多高，都能快速辨别出真假钞。只需往手机上一照，立刻辨别真假。视频仅供参考。我们只需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机，然后再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。用这个方法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假币，都能立刻辨别出真假。我们把人民币放在这个手电筒上面，仔细观察这条线上会出现很多的100的字样，特别清楚清晰。轻轻翻转人民币的时候，这个100的数字就会变成紫色，这样的人民币就说明是真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的部分，仔细观察中间有一条竖线，在手机灯光下会呈现出来100多的数字，特别清楚，特别规整。假币则没有。我们再看毛爷爷这个头像，在灯光下非常的清楚。毛爷爷头像下面还有一个100的水印，同样也是特别的清楚。假币特别模糊，根本是做不出这种效果的。快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。你还有什么好的鉴别人民币的方法？评论区我们一起交流吧。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把一只电池放到灯泡上面，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。有很多人呢居然还不知道。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用。平时我们家里使用的这种灯泡或者是这种吸顶的灯，
用一段时间坏掉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给它放上一节电池，就可以让这个灯呢立马让它重新再亮起来。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。我们来看，首先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放在上面的时候先来给它接上2条线。我们看，把这条红色的线给它接在这个电池的正极上面，然后呢我们用个胶带给它粘一下，正极粘一条红色的，然后这个负极我们粘一条蓝色的线，只需要呢给它粘2条线就行。你来看，把这个线我们给它粘好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。先来看这种灯，吸顶灯，其实它们2个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这种灯呢，我们需要把这个罩子给它打开，打开了之后，你看这个里面其实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把这个电池这样给它放在灯上面，然后呢这样来接在这个灯珠的2侧。你来看一下这个灯珠，你看这样一接上，这个灯珠它就亮了。只要亮呢，就说明这个灯珠它是没问题的。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也可以亮，只要我们测到哪边这个灯珠不亮了，那么就说明是这个灯珠坏了。我们看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，是不是？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灯，其实它2个都是一样的。找到坏的灯珠以后，我们看这个灯珠也是亮的。如果这样测的亮，我们把这2个线头给它倒过来再试一下，如果这样还是不亮，那么就说明是这个小灯珠坏了。遇到这个小灯珠坏了呢，我们只需要把上面这个黄的给它刮掉，然后呢给它短接起来，就像这个一样，给它粘个胶带短接起来，就会快速的修复好它。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，是不是？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没有用完的502胶水，当我们把这盖给它拧紧以后，放不了多长时间，里面就又发硬了，变干了，没有办法使用了，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储存502的方法，让你的胶水就算储存个10年8年，它也不会发硬，而且呢和新的都一样，非常的好用。你来看这个呢，就是已经都干了，没有了。然后呢拿这个给大家来演示一下，你来看这个里边胶水还是比较多的。我们把这盖给它拧开，这个就是使用过的，你看这边还有个小孔。我们主要呢就是给它做一个隔绝空气一个处理，它就不会变干了，无论放多长时间它也不会变干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找一个就这样的非常小点的螺丝，我们给它拧在这个胶水孔上面，给它拧紧。来看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隔绝空气的作用。你看第一步是这样拧，拧完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进行第2步，你就是在家里用上这个透明胶带，你看这样给它粘上几圈，一定要把它密封好。你看粘几圈以后，然后把这边给它再窝过来，接着再来缠几圈。经过这样处理完以后胶水呢就算再放个10年8年，它也不会变干，非常的好用，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。苹果手机密码锁住了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个手机就是忘记密码了，输的次数多了以后呢就成这样了，显示 iPhone 不可用，根本没有办法使用了。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教给大家怎么自己在家就可以轻松的解决，而且呢这方法操作起来还特别简单，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我们首先呢需要在家里准备一台电脑，然后呢在电脑上下载一个 S 助手，然后呢把这个软件给它打开。接下来呢需要用到一条手机充电线，一头插在电脑上面，另外一头呢把它插在手机上面。这样插上去以后，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手机按下音量加，再按下音量键，接着按下开机键，不要松手，5秒钟以后然后再松手，这时呢再按下音量减键和开机键同时按住，不要松手。这个时候电脑上就会进入到一个 DFU 模式，我们进到这个刷机模式。进来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刷机界面，到这儿以后呢可以显示一个可刷机的版本，这个就是 16.76。 我们把这个刷机固件给它下载下来，等下载完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进行刷机了。刷机模式呢分为4种，第一种呢是保留用户资料，第2种是常规快速刷机，第3种就是防数据，第4种就是修复。我们呢主要用第2种，然后点击刷机，接下来就会跳出另外一个界面，在这儿呢我们只需要点下确认刷机就可以正常刷机了。刷机的过程中呢，这边会显示刷机百分比，现在是4%，然后刷机过程大约需要15分钟。这个时候呢不需要任何操作电脑，也不要操作手机，
就这样一直耐心的等待它刷完机就可以了。刷机的过程中，手机的屏幕上也会显示出一个进度条，等着进度条走完了以后，手机呢就会重启。你来看，现在呢显示刷机成功，手机呢也开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把手机给它激活一下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。你来看，就这么简单，一台手机的密码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这方法呢非常好用，把它分享给你。电线破皮了，怎么给它完美的修复好呢？像这种问题呢，一定要及时修复。如果不修复的话，等里边的线这个皮再坏掉以后呢，它就会短路，这样在使用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。那么呢，像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要记得给它及时修复。修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分为2种啊。第一种呢，就需要把这个外壳给它拆开，然后呢，给这个保护套上面给它重新打个眼儿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电线给它塞进去，重新制作一个保护层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比较简单了，不过这个方法修复好后也是非常耐用的。我们呢就是不需要拆这个壳，直接呢给这一节给它加一层保护层也可以。加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，首先呢我们可以其实用个这样的绳子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用这个方法制作好的这个保护套，其实呢它也美观，而且使用的时候它也非常的牢固。我们呢就这样把这个绳子给它一圈一圈的绑在这个电线上面。顺着上面这个圈儿，一条条往上面绑。这绑的时候呢，你看啊，因为这边是有保护层的，当这个绳子绑上去后呢，它会非常粗。但是我们绑到前面没有保护层这边之后呢，它这儿突然就会变细了。你看是不是这个圈变细了？变细了我们也没有关系。这样绑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给它多绑一圈。就多绑一层，这样呢就可以加粗了。绑上双层的，它就一样粗了。绑完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接着再往上绑，一直绑到这个保护套上面。我们看绑到这儿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从这个绳子呢，从这边这个孔这边拉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拉紧，拉完以后，把这边这个绳子头使劲给它拽一下。这样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个保护套就制作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线用不到的给它剪掉，这边这个也不用了，剪掉。剪完以后，我们看一下效果，是不是？而且随便折，它也非常的灵活，也非常的抗拉。然后呢，到最后我们再给它粘上一层电工胶带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完美的保护套就制作好了，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怎么快速的识别洗机电机到底是铜的还是铝的呢？我们都知道啊，洗机电机铜的会更耐用一些。那么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可以通过以下2个方面就能立马知道。像这个洗机的铜电机和锂电机说的就是里边这个气泡线，就是里边的线圈是铜的、铝的。我们可以通过2个方面。第一呢，我们就是看一下里边这个气泡线，看它的颜色。你看这个气泡线。颜色呢是明显发红，颜色也非常的深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，对比一下，你看这个颜色呢是比较浅，它也发黄，对比一下，你看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像这种颜色发深的，就说明它是个铝线圈，就是铝的气泡线，就说明它是铝电机。这个呢，它就是铜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看这个气泡线它的粗细，你看这个气泡线明显是比较粗的，它直径比较粗。我们再对比看一下这个，你看这个气泡线明显就要细一些。像这种细的气泡线呢，就说明这个电机它就是个铜的。为什么这个粗的就是铝的呢？因为铝的没有办法用特别细的气泡线，特别细的呢更容易坏，所以它设计的是比较粗的。这个就是快速识别铜电机、铝电机的一个方法，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前2天从网上看了个视频，说是碳性电池没电了以后是可以充电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今天我这个腕表正好没有电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电池符号已经出来了，证明它已经没有电了，看到没有？一直在报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块电池给它拆开，来用12，这是个9伏的电池，我们用12伏的电源给它充下电，看一下能不能充上去。我们先把这个电池拆出来，这是一个9伏的，我们看一下9伏的碳性电池。
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维修电源来给它充电。我们首先把这个电源给它关掉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夹子正负极给它夹上去，然后呢，我们一点点的旋转这个按钮，让它的输出电压不断的增高，不断的让它增大。我们首先要看这个电流表，它只要有电流，就证明和这电池它就充电了；如果没有电流，它是充不了电的。一点点的旋转，现在已经到11伏了，12伏，这个电流好像增加了点了。14伏，调到14伏后，看着这个电流是有个0.1安的电流。我们摸一下这电池，没有发热，也没有发烫。我们就这样先给它充一会儿。如果发现电池发烫的情况下，要及时把这个电给断掉。现在是并没有发现它发热，也没有发烫。我们给它充个几分钟来试一下。网上说的12伏就可以给它充电，我看来这个12伏估计是有点电压低，是给它充不了电的。现在我这儿用的是14伏，看的是正合适，估计是这个电池它的电量太低了。如果电池电量再稍高一点的话，有可能12伏是可以给它充电的。充了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，摸这个电池外观是并没有温度变化的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源给它适当的调低一点，调到12伏吧。接着再给它充一会儿，大概又充了有15分钟的时间。现在我们测量一下这个电池，看它的电源有多少伏。这个外阳表我已经换了块新电池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用它来测量一下这个电压。我靠，现在这个电压10伏，这电压有点太高了，确实是能充上电的，不过电压充到10伏了都。给它放下电，放完电后我们再测量一下它，9.15伏。Nice。这个电压是正常的。我们装到外阳表上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使用。没问题啊，是可以使用的。我认为这个电池是不耐用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